你來啦！如果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硅谷大廠和他們人才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會是相愛相殺。而在硅谷，人才最多的公司是哪家呢？答案只有一个，谷歌。它呢有個流行多年的外號，叫 AI 界的黃埔軍校，就是誇他們惜才愛才，人才如群星般閃耀。但最近2個月啊，這座軍校卻迎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人才地震。發明了大語言模型核心地基 Transformer 的大牛沙澤爾，剛拿完諾獎的江破，坐鎮谷歌27年的首席科學家迪恩，都排着隊離谷出走了。就連靈魂人物阿爾法狗之父哈薩比斯也宣布现任 CEO 交出了日常管理權。可就在上個月，谷歌才剛剛交出一份賬面利潤創紀錄的財報，單季收入大漲24%，雲業務暴漲82%。那為什麼一家公司錢賺到手了，公司的老員工靈魂人物卻要跑？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天呢，我們不聊辦公室政治，就把這場離職潮當成一個商業案例，來看看大廠與天才為什麼總是相愛相殺。而這種愛恨交織的背後啊，我們又能發現現在各家 AI 軍備競賽的打法發生了什麼樣的深刻轉變。你看，相愛相殺這個詞兒的前提呢，是先相愛，而論愛才，巔峰時期的谷歌可以說讓整個硅谷都側目，甚至覺得它是個付出型人格的冤大頭公司。比如他們曾經在2012年調用了1000台服務器，把16000顆 CPU 核心綁成一台巨型機器，連續跑了整整3天，就是為了讓 AI 看懂小貓咪。這要擱別的公司，可能在提流程的時候就被提問了，說你這個看小貓咪的商業模式不閉環呀，多久才能看到回報率？看小貓咪能看出什麼飛輪？但在谷歌這裡，就是要死磕研究出來，在沒有人教 AI 的前提下，他們到底能不能自己理解世界？你看這多任性！再比如2016年的SAR，震驚全世界的圍棋大戰，當時哈薩比斯承諾了100萬的獎金，結果獎都比完了，發現公司還沒批預算呢。這要擱別的公司，是不是又得說你流程提報手續不對呀？但在谷歌，先斬後奏也沒事兒，直接給你兌現了。你看這格局，從下圍棋、折疊蛋白質、看擼貓視頻，去研究10年內都看不到1毛錢利潤的東西，擱別家叫不務正業，是妥妥的騙經費。但在當時的谷歌，這就是工作本身。其實谷歌這家公司的愛才底色呢，在他們2004年的上市招股書裡就能窺得一絲線索。當時他們的2位創始人佩奇和波林呢，在寫給股東的信裡說，谷歌不是一家常規公司，為了長期機會可以犧牲短期利潤，說要讓員工相信他們投入的勞動、熱愛和創造力會被一家着眼長期的公司好好照料。說實話，乍聽有點像大餅啊，但就是這些承諾，還真讓谷歌花了20多年就這麼畫下去了。他們整體的一個策略可以說是，題目你定，算力我給，成果你發，失敗我扛，再來個橫批，公司出錢，天才做夢。在這種策略的推進之下，谷歌可以說很難不吸引到人才。2007年前後的谷歌手裡甚至同時攥着2支全球頂配的 AI 天團，一支在英國倫敦叫 DeepMind， 主帥是哈薩比斯。2016年把李世石拉下馬的 AlphaGo 就出自他們之手。後來呢，破解蛋白質結構預測難題，讓哈薩比斯和江破分享諾貝爾化學獎的 AlphaFold 也是他們做的。那另一支則是以美國山景城為大本營的 Google Brain， 由迪恩坐鎮。2017年那篇提出 Transformer 的神級論文又出自谷歌這套研究體系，就是 ChatGPT 裡那個 T。這樣的雙亡並列呢，一直持續到2023年。那一年 ，Google Brain 和 DeepMind 正式合併，成為了今天的 Google DeepMind， 並在2年後推出了 Gemini， 完成了對 GPT 的大反攻。但其實你知道嗎？谷歌這家公司真正賺錢的3個現金牛是搜索、YouTube 和雲，其中主要就是搜索。所以在這裡，其實就是一間由搜索廣告這座印鈔機供養的全球最奢侈的科學天才實驗室。而天才們的 KPI 只有4個字：發明未來。而谷歌在很長一段時間就是把愛你就是給你自由這件事做到了極致。但這種愛也為日後埋下了一顆雷，因為當這些被自由餵大的天才突然被要求去打螺絲的時候，矛盾這不就來了嗎？AI 圈呢有幾個著名的時刻，而其中第一個就是2022年底的 ChatGPT 時刻，因為他們第一次造出了能流暢聊天的 Chatbot。但其實啊，早在2020年 ，Google Brain 內部就已經有了一套類似的技術，造它的人就有開頭提到的沙澤爾。可谷歌高層怕他胡說八道砸了他們搜索業務的金字招牌，就壓着死活不讓上線。那沙澤爾一氣之下，2021年出走創業去了。這也是谷歌與天才的第一次相殺。結果2022年底 ，ChatGPT 炸翻全場，用的正是谷歌自己發明的地基 Transformer。那
那谷歌当场懵了，我的配方怎么被別人做成了全球爆款？最憋屈的是，這爆款我兜裡明明也有現成的。於是那聲著名的 Code Red 紅色警報在谷歌內部拉響了。他們倉促推出了 Bard 應戰，沒想到 Bard 手就當眾答錯題，股價一天蒸發了上千億。那痛定思痛的谷歌開始憋大招了。2023年4月，P_E 一紙命令把倫敦和山景城這兩支常年互掐的天團捏成了一家，由哈薩比斯掛帥。Gemini 雙子星的這個名字寓意就是兩隊合併。2024年又豪擲了27億美元，把當年負氣出走的沙澤爾請回來挑大梁，也就花了區區200億人民幣吧。這堪稱科技史上最貴的一次復婚。注意到這裡，愛還在，只是愛的表達方式從給你自由變成了給你支票。好，錢和人都堆上去了。2025年底 ，Gemini 彎道超車，好評一片，谷歌硬生生擠回了 AI 的主牌桌。本來是個絕佳的勵志故事，然而屁股剛站上椅子，還沒坐熱，人才就接二連三的跑了，這又是為什麼？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把鏡頭稍微拉高一點，去看看這整場 AI 軍備競賽打到了今天，戰場的重心已經悄悄地變了4次。第一局是搶天才。最初呢，一個頂級大腦就能撐起一家獨角獸。伊利亞從谷歌出走，成了 OpenAI 的靈魂。達里奧又從 OpenAI 出走，轉身就搞出了能跟老東家硬剛的 Anthropic。天才在哪，資本和聚光燈就在哪。到了第二局，大家開始搶算力，模型參數指數開始爆炸，光有大腦這種軟實力不夠了，還得看誰囤的卡多。那這一局笑得最開心的就是賣鏟子的英偉達。到了第3局，變成了搶入口，底層模型拉不開代差，比的就是誰離用戶更近。谷歌把 Gemini 塞進了搜索、YouTube 和辦公全家桶。國內也是一個模子，字節把豆包接進飛書，阿里把千問嵌進釘釘，先占個位置再說。而到今天，最新的戰況已經打到了第4局，大家開始拼變現了。幾大巨頭這2年砸進去的錢加起來超過了1萬億美金，但真金白銀的回報卻遠遠沒跟上，所以人才焦慮正式讓位給了變現焦慮。這裡在谷歌今年2季度的財報裡就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單季資本開支是449億美元，同比直接翻倍，這也硬是燒出了他們上市22年來的首個負自由現金流季度。而面對殘酷的商業變現壓力，谷歌的重心直接大轉彎，一手狂衝規模，一手死摳成本。規模這邊呢 ，CFO 直接跟股東攤牌了，他們要把全年的開支預算呢一把拉高到2000億美元上下，就是為了去搶着建設算力基建。那成本這邊呢，重點來了，P_E 的原話是，靠着極限優化，搜索裡的 AI 回答單次生成成本已經死死壓到了上線以來的最低點。所以呢，從前他們可以用16000顆 CPU 去訓練 AI 看小貓咪，現在呢，訓練 Gemini 給搜索生成 AI 答案，滿足雲客戶的訂單，都在爭奪同一批 TPU。彭博社就爆料了，沙澤爾離職前原本是要給他一筆算力呢，結果這筆算力被重新給了倫敦另一支 DeepMind 團隊，用來統一和加速預訓練工作。那更別提，從谷歌拉響 Code Red 的那一刻起，這些科學家們就直接進入了作戰模式。以前是去思考啥問題最值得研究，現在是要問你下一版的 demo 啥時候出 ，Gemini 在哪個榜單上跑分還落後？這有錯嗎？絕對沒錯。一家上市公司必須對股東負責。可你品品這個錯誤呀，當年招你進來的時候是讓你下圍棋、折蛋白質，是說給你自由，但現在開會討論的是單次成本怎麼再扣掉1分錢，模型怎麼再多擠進一塊屏幕。天才們要的是算力和代碼自由交織的浪漫，但財報可不管你這兒那兒的，所以迪恩走了，新公司叫 Discovery Loop， 想讓 AI 自動閉環做科學發現。所以哈薩比斯交出了大模型業務的管理權，一頭扎進了實驗室，用 AI 治病救人。所以其他人也陸續奔向了還願意為前沿探索燒錢的 OpenAI 和 Anthropic。而最有戲劇性的還是沙澤爾，他被壓制過、出走過，被27億買回來過，如今再度離開，他一個人就把相愛相殺的劇本演了2輪。而留不住人心的，從來都不是那筆27億的支票，是一句“你變了”。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畢啊，我們先來沉浸式體驗一下迪恩離職的時候，谷歌是個啥氛圍。他先是在早上8點半告訴了100多個關係不錯的同事，說我要走了。有人當場落淚，群聊裡一直在刷愛心和難過的表情包。到了下午2點半，谷歌給他辦送別會，原本只能容納300人的咖啡廳，硬是塞了1500個人。晚上10點半，他發現自己收到了400多條告別的留言，於是這個坐鎮谷歌27年的首席科學家就這麼一條條回消息，回到了2點半。你看這溫馨的場面，像是撕破臉的分手嗎？在他正式離職的那天下午5點20分，他合上了谷歌的電腦。晚上11點59分，他把自己的狀態改為了午夜。而1分鐘後，他成為了 Discovery Loop 的聯合創始人。跟着迪恩走的還有3個高管。
他们4个人的履歷拼在一起啊，幾乎就是一部濃縮版的谷歌技術史。從搜索底層的 MapReduce、Bigtable、Spanner 到 TensorFlow、TPU、AlphaFold， 再到 Gemini， 這4個人的名字幾乎出現在了每一個項目組。而他們成立的新公司啊，名字翻譯過來大概是發現閉環。他們想做的是讓 AI 自己提出實驗，自己動手執行，自己分析結果，再根據結果設計下一輪實驗。先用這套系統研究出更強的 AI， 再把它擴展到藥物、芯片、材料和其他科學領域。總結一下，就是他們想做一台可以不知疲倦、永遠迭代的自動科學家。而最離譜的是，他們公司正式公布的時候，甚至連辦公室都還沒租，完整團隊也沒開始招。記者問：“你們誰是 CEO？” 他們幾個互相看了一眼，最後一起指向了迪恩。而且他們創業的 PPT 就是幾頁履歷加一張粗略的藍圖，可投資人照樣蜂擁而至。他們說，面對這樣的團隊，他們在競標項目以前就願意下注。但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這些資本無腦下注的頂級人才現在要走了，谷歌怎麼辦？首先，你好不好奇，谷歌面對被分手會不會去挽留？根據媒體報道，其實皮查耶開了不止一輪會議，希望這4個人繼續帶着谷歌的公派，但最終迪恩還是選擇了創業帶來的自由。挽留失敗以後，按傳統劇本，接下來無非就是2種結局，好一點一別兩寬，難看一點競業協議伺候，法庭上見。但谷歌擦乾眼淚，反手掏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分手協議。你品品這個條款。首先是第一條，你不要我谷歌的錢了，要走可以，但是你得讓我投資你。這難道是谷歌真的擔心好兄弟們餓死嗎？其實他更怕的是，萬一他們真的造出一台能夠自動發明藥物、芯片，甚至下一代 AI 的機器，谷歌依然能通過股權分享一部分未來的收益。然後是第二條，在 Discovery Loop 成立的第1年，他們的計算資源也由谷歌提供。再看第3條，谷歌還會和他們建立機器學習系統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聯合研究框架。也就是說，匯報關係斷了，但技術關係沒斷，唯一的差別可能就是不帶公牌了。你看這關係是不是非常的微妙？有點像是從親密的室友改為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當然，咱們也別把這件事理解成谷歌突然心軟了。今天的谷歌已經不再執着於把所有的頂級人才、所有的領先模型都鎖在自己的公司內部。他自己做 Gemini 就是場上的運動員，他給 AI 公司賣 TPU 賣雲就是修賽道的人，他再投資這些從自己家走出去的團隊，又成了賽場的股東。哪怕最後拿冠軍的不是 Gemini， 只要冠軍還在谷歌修的賽道上奔跑，他們就依然可以賺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Anthropic， 它的 Claude 明明是 Gemini 的正面競爭對手，但 Anthropic 仍然在2025年宣布了要擴大使用谷歌雲，計劃調用最多100萬顆 TPU， 算力擴張的價值達到了數百億美元。那雖然亞馬遜仍然是 Anthropic 的主要雲服務商，但谷歌照樣能從這位競爭對手的增長裡賣出芯片和雲資源。Gemini 贏，它贏模型 ；Claude 贏，它賣算力。Discovery Loop 真的做出了自動科學家，它還有股權和研究合作。這才是 AI 工業化時代大廠與天才新的相處方式，不再追求100%的擁有你，而是盡可能的出現在你的股東名單、雲賬單和技術合作裡。當然，這種關係也沒有聽上去那麼浪漫。美國一家研究機構就銳評過這些大廠和創業公司的關係，股權加雲服務的綁定可能提高創業公司的切換成本，同時也能讓雲廠商獲得其他人接觸不到的技術和商業信息。翻譯一下就是，這些交往從來都不是不求回報的單純付出。所以回到開頭那個問題，大廠與天才為什麼總是相愛相殺？因為他們愛的從來都不是同一個未來。天才想要發明它，大廠想要生產它。實驗室追問的是可不可能，但流水線只問你多少錢一個。這道裂縫從當年的貝爾實驗室到今天的谷歌，從來都沒有真正的彌合過。但谷歌給出的那張分手協議，也許正是現階段最體面的一個結局。第一次相愛，谷歌說來我這裡，你負責做夢。第二次相殺，谷歌說夢得趕緊做成產品，還得算清楚每次調用多少錢。到第三次，谷歌終於學會了另一句話：你可以離開這裡，去你自己的公司繼續做夢，只是算力我來供，錢我來投，研究我們接着一起做。所以到底是誰搶到了谷歌的人才？其實誰也沒搶。在 AI 工業化這股不可逆的洪流面前，巨頭做出了商業帝國必須做出的選擇。那些離開的天才也許依然在為人類發明未來，只不過他們換了一種方式，也換了一個賬本。而谷歌、微軟、亞馬遜這些巨頭們依然站在他們身後，微笑着遞上算力和支票。相愛相殺的盡頭不是分手，是既然我留不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那咱們就做人留一線，江湖裡也好再相見。